好了，今天 YT 呢比这個 TikTok 晚開了一段時間，所以我簡單告訴各位，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台灣的高科技業面對美國爸爸的壓力，到底擋不擋得住啊？擋得住嗎？還是擋不住？簡單告訴各位，看起來擋不住。羅維仁呢是台積電的高層，他帶着數十箱2奈米的機密飛去 Intel， 快1年了。台灣國安法的射程過得了美國國境線嗎？定場詩來了，20載機密一夜航，國安利劍卡空堂，莫笑養女嫁妝寶，聘金原是自家藏。這怎麼辦呢？這真心沒有辦法，看美國爸爸要怎麼講吧。貝爾烏薩斯說變成中午播了，其實也不是，是我晚上有事，中午等一下還要帶小孩出去吃飯，所以就順便在這個時間播。來，這一篇文章的原始稿件呢，我剛其實在 TikTok 上面講過了，這是原始在北監裡面寫的。那時候北監的狀況呢 ，Intel 是什麼？市值5年腰斬，跌到只剩1000億美金。PC 晶片的市占率從2019年的84%掉到69%，伺服器從94%掉到62%。以前雲端巨頭排隊買他們的晶片，現在連 Amazon 都說：“我自己要做，再不然就跑去買 AIM 架構。”員工尾大不掉，109000人吶。更重要的是，當年他們賭上身家的18A 製程良率只有10%。10%哦，刺不刺激？也就是每做10個晶片只有1個可以拿出去用。好啦，那他的員工又多，比 NVIDIA 加上台積電還多。那如果是這種良率、這種狀況，你覺得這家店能活嗎？不能。但是真正刺激的地方是，這一篇文章呢，後來我出獄之後，我跟 Cloud 一邊在對照，一邊在討論，一邊在改出來，準備收進將來會出的書裡面。今天的直播呢，臉書沒開嗎？對，臉書忘按。好，臉書現在也按啦。好，大家不擔心，在家直播呢，總是會遇到這種狀況。所以啊，那整個直播就等於是今天我們做另外一個檢驗，就是檢驗我在北監裡面看到的東西跟判斷，跟外面的東西到底準不準。謝謝 Tony Chu， 你提醒了我才開來。所以我要這樣講，我自己實際學到的一些東西，就是我在裡面呢看着一本《經濟學人》，然後看着報紙，我實際真正能學到的東西其實比看着彭博終端機的分析師還要多啊。所以判斷力這個東西跟資訊量的多寡可能真的沒有那麼密切的正相關。所以我在我那篇稿件裡面下了3個賭注。第一個賭注是川普會用國家力量幫 Intel 帶客戶 ，Elon Musk、Altman、孫正義、黃仁勳，川普善意提醒一下，那他們不是下單就是注資。第二，川普會直接注入資金。第三，我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台積電逃不掉，終究會被川普善意提醒去給 Intel 技術灌頂。我那個時候寫的是TSMC 再怎麼投入真情，畢竟是人家的養女啊。在聽直播的各位一定會問，來，1年前寫的東西，1年後考卷改出來，你對了幾題嘞？但這個事情就妙了，為什麼？因為不能說全對，也不能說全錯，因為前2題全對，那第3題我只有對一半。請注意，我當年在監獄裡面當然不能買股票嘛，那當然不能做那麼多的操作，但是我還是猜到了一些東西。整個 Intel 的趨勢比我在裡面能夠想象的任何劇本都戲劇化，因為台積電沒有去灌頂，是台積電的技術自己長了腳，拖了數十個紙箱，撲啾撲啾走進 Intel 的大門。講 Intel 不能不先講一個人，現在的執行長叫陳立武，他的英文名字叫 Lip-Bu Tan。我手稿裡面寫的是說，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字是閩南語嗎？班利布啦，
單立木，不然怎麼會陳是 TAN？ 這是閩南語、福州話或廣東話的發音吶。他是一個馬來西亞出生、新加坡長大的華人，電子設計自動大廠 Cadence 的前執行長。2025年3月，他接下來什麼？他接下來是前任的那個家伙，很自傲 Pat Gelsinger 留下來的爛攤子。Gelsinger 任內股價跌了60%，一年虧166億美金。2024年12月黯然下台。陳立武上來第一件事情就是照我寫的方向走，第一個裁員。從10.9萬人一路砍向7.5萬人的目標，砍超過1/4。當時所有人都說他是來收屍的，結果1年之後呢，這位收屍的陳立武被《時代》雜誌選進年度100大影響力人物。我在牢裡虧他名字的念法沒人注意，現在全世界都注意到了。這是本集第一個小小的伏筆，不要用一間公司最慘的時刻去評價接手的那個人。今天我們把這篇文章原始的假設一題一題改到最後，你會發現這不是一個公司起死回生的故事，這是一堂課，關於國家的手怎麼伸進晶圓廠，關於台灣的法律射程到哪裡為止，關於一隻75歲的招財貓。結果是真相總是傷人。我們準備開始。這個壞掉龍九說，請支持無線手持充電吸尘器，擔任228老豬兵，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豬祝福打氣，謝謝。小美01說，不要懷念北監。那好地方，我哪有懷念北監啊？只是裡面寫了100多篇文章，我最近要收集起來，要出書了，所以我最近在整理它。那這個到时候出書，各位記得要買啊！如果你覺得這個有這個不同角度切入事件的書，你覺得可以買的話，麻煩打個1，好吧？我接下來就要繼續進下一章了。來，我們下一章講的是什麼？養女的嫁妝啊。來，我們先講我文章裡面預測的第一題。這個有一個韓文昵稱的網友，謝謝你送了100顆寶石的芒果刨冰。來，我们先改第一題。我賭川普會注資 Intel。結果他做的事比注資很多，他直接讓美國政府當股東。2025年8月22日啊，美國政府宣布買進 Intel 4億3300萬股，每股20.47美金，總共87.9億美金，拿下約9.9%股權，成為 Intel 最大的股東。在聽直播的各位啊，先別急着鼓掌。那好，我現場至少這樣子可以賣20本，因為龍九說，到時候有機會可以也買個10本，沒問題啦，到時候再說。來，各位先別急着鼓掌，這裡面有一個轉折是我沒料到的，這87.9億呢，大部分不是新掏的錢，大部分是57億是拜登時代晶片法本來要送給 Intel 的補助款。川普的邏輯粗暴的可愛，他說憑什麼白受？我給你錢換股份。來換股份來，而且入股前一周的劇情比8點檔還精彩。我一定要講，2025年8月上旬啊，共和黨參議員 Tom Cotton 質疑陳立武跟中國的投資關聯，川普馬上在社群上開炮，原話大意叫做陳立武利益嚴重衝突，你必須立刻辭職。各位，你如果在聽直播，你如果是陳立武，你怎麼辦？股價再跌，公司再虧，美國總統公開叫你滾啊！專業的人士呢，會冷靜下來。川普是可以談的，陳立武的選擇是直接飛華盛頓，走進白宮跟川普當面談。談完之後呢，嘿，妙就妙在這裡啊，川普就改口了。川普馬上就改說，是這個樣子，是不是？好，那公開稱讚陳立武的故事很成功，然後不到2周，政府宣布入主 Intel 9.9%，這就是川普的談判絕技啊！先叫你辭職，再見面，再稱讚，然後入股。各位，
川普的談判學你可以不喜歡，但是你要懂，你不能說它沒有效，很有效。先把你打到谷底，再把你買下來，這樣買最便宜，對方最感激嘛。$20.47的成本價就是這樣談出來的。陳立武等於用一趟白宮之行，把總統叫我辭職翻盤成總統當我股東，這一手 Cadence 30年的董事會經驗不是白混的。你注意哦，這個決定當下被罵成什麼樣？叫 blackmailing 勒索，政府干預市場，社會主義。結果嘞，結果1年之後呢，川普笑呵呵。為什麼笑呵呵？因為他媽的大賺錢，大賺錢。為什麼 ？Intel 股價從$20.47一路衝到52週的高點$142.35啊！政府那87.9億的部位哦，賬面最高膨脹到超過3倍不止。就算最近1個月哦，因為150億增資案回檔了約1成1，跌回90幾塊，政府這筆賬面還是接近5倍，賺5倍啊！媽呀，美國工業史上最賺的政府投資之一，餘煙誕生。最諷刺的是什麼？好幾份報道都這樣寫啊。川普把補助轉股權，動機根本不是什麼高瞻遠矚的產業戰略，他就是單純看不慣政府白送錢，無心插柳，成了史上最賺的產業政策。我講白一點，對的事情是為了錯的理由做的，歷史有時候就這麼幽默，但結果是對的。這就像什麼？就像你爸買樂透，只是因為排隊排到不爽，想發洩，結果中了頭獎。你要說他有投資眼光嗎？沒有，但錢是真的。而且各位注意，這一注下去，牌桌上所有人都跟了。孫正義的軟銀投20億，黃仁勳的輝達投50億 ，NVIDIA 用每股23.28買了2億多股。政府帶頭，巨頭跟進，這就是我當年手稿寫的國家力量加值，只是規模比我想的大了一個數量級。先做一個結論，政府入股不是救了 Intel 的財務，是救了 Intel 的可信度。從那天起，跟 Intel 做生意等於跟美國政府做生意。這個信用背書哦，比87.9億美金本身值錢10倍，等價交換。Intel 交出的是9.9%的股權，換回的是我美國政府為你背書大到不能倒啊，開不開心？所以川普做生意還是厲害，做生意還是厲害啊。Keep Face 說期待朱大直播統整漢光42爆笑演習話題，太好笑了！期待朱大整理全部資料後直播。禮拜六做過啦，上禮拜六做過啦，你回去看吶。我現在臉書剛發了一篇文，就是在做那一集的整理嘞。Keep Face 沒有每集跟，你就會漏啊。那個 Gibb Sale 說，怎麼現在直播漢光演習搞突襲哦？朱大漢光演習很可笑，可我家有人是軍人。那些弟兄很可憐，邊線比75%，這在作戰是需要重新整編的邊線比，現在變成常態了。不是，是要後撤，好不好？75%邊線比是整個部隊要後撤啊。烏克蘭如果有個部隊打勝5%，整個部隊要從前線後撤。那 Gibsell 說，有時想想，也許抗中保台說的一切都是口號。JoJo Chu 說，來支持啦，到新國上課聽了幾場學術講座。不少跟老朱直播主題有關，老朱直播幫我銜接了一些課程，真是知識量滿滿的直播。壞掉的紀元說，最近收入不好，小小抖一下學費啊，沒問題啦，希望你多賺一點錢。來，各位，故事來了啊！第2題之前呢，要跟大家講，
我在寫文章的時候，我沒辦法想象一個製程良率只有10%是他媽的哪來的非洲機器。我那個時候寫說，每生產10組只有1組能交貨，9成作廢，這是不是太刺激了？來，半導體業的常識是什麼？良率過不了70%，這製程在商業上就是死刑。10%不是加護病房，是太平間門口。結果嘞，妙就妙在2026年1月18A 規格正式進入高量產 ，CES 發表了 Panther Lake。第一個在美國本土用18A 打造的 AI PC 平台，良率顯然被拉過了生死線，不然物理上沒有辦法量產的。它靠着2張王牌，第一張 Ribbon FET 環繞閘極電晶體，應該是 Gate All Around GAA 吧。第二張就是我寫文章之後寫的那個背後供電設計 Power VR。背面供電，傳統晶片供電線路跟訊號線路擠在同一面，像一條馬路上公車、機車、行人全部混在一起。Power VR 把供電搬到晶片背面，等於幫供電蓋了一條專用地下道。這2張牌打出來，Intel 在電力效率這個單項上追平，甚至部分反超台積電的 N3 製程，10年來第一次。Intel 重新做回了牌桌，而且別忘了，這個量產是一邊動手術一邊跑出來的。陳立武的裁員照着手稿的方向執行，還更狠，109000人砍向75000，超過1/4的人離開。在聽直播有管理經驗的各位都知道，組織砍1/4正常劇本是士氣崩潰、專業延宕、老將出走。Intel 劇本反過來，一邊裁員，一邊把10年來跳票跳到變成迷因的製程，準時拉進量產。這說明什麼？這說明 Intel 過去的問題從來不是人不夠，是人太多，船太重，沒有人敢對砍。109000比 NVIDIA 加台積電的人還要多，做出來的東西卻被2家打趴。這不是產能問題，是組織問題。陳立武動的第一刀不是技術，是體重。然後是上個月的 Q2 財報，我念幾個數字給你聽，我已經寫在後面了。營收161.28億美元，市場預期144億。出超車，年增25%，被稱為15年來最佳成長，連續第7季超越預期。AI 相關業務年增超過70%，非 GAAP 每股盈餘0.42美金，幾乎是預估的2倍。結果嘞，7連勝呢，真的呢，真的有同學會問了，可是我看新聞說 Q2 每股虧2.06美元啊，对。GAAP 數字是虧的，這裡幫大家補一個財報小常識 ，GAAP 就 GAAP 是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把裁員遣散、資產減損這些一次性的手術費全算進去。Non-GAAP 是把手術費剔除，看的是本業的心跳。Intel 現在就是一個大手術中的病人。GAAP 告訴你手術很貴 ，Non-GAAP 告訴你心跳回來了，兩個都是真的。你要看懂的是，手術費會停了，心跳不會，而且身體越來越健壯。代工部門呢還在虧 ，Q2 營運呢虧損21億美金，但季減3.48億。陳立武在法說會上講了一句關鍵的話，他說良率持續超前預期。Panther Lake 的主力 SKU 的成本今年已經砍了一半，年底前要再砍2成。不過我沒有建議你現在要買啊，這個時間不太對。你一邊看 Intel 股價，一邊聽直播。本頻道的信條是科學終將勝利了，科學的第一條就是有醜話先講。路透社報道 ，NVIDIA 測試的18A 最後沒有採用。黃仁勳的50億是買股票，不是下訂單。18A 到目前為止的勝利是自家產品量產成功，外部大客戶的先進製程訂單還沒有真正落地，這是 Intel 復活敘事裡面最誠實的一個注腳。留言區不用補充，我自己講。來，
我最後這一章的判斷是18A 過了生死線，證明的不是 Intel 贏了台積電，是 Intel 重新回到賽場上有資格輸了，從太平間門口走回擂台邊，跟站上擂台打贏是兩件事。科學終將勝利的意思是數字會告訴你它站到哪裡的，一格一格看，不要跳。Marky 說：“朱大今天中午直播啊？對啊，我今天講這個題目，我覺得也適合中午直播。有空的話，你對股市或者對 Intel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還不錯，蠻有趣的內容的。來，接下來我們要進到第3章啦。第3章是什麼？哎呀呀呀，帶槍投靠啊！現在第3章我賭的是川普，原來我的文章賭的是川普會逼台積電技術灌頂。”現實給的答案呢？嗨呀，戲劇化100倍啊！我捏一條時間線給各位聽。2025年7月22日，台積電法務長方淑華跟一位即將退休的資深副總做離職面談，特地提供提醒信函，說明競業禁止義務。問他你退休之後要去哪？這個副總回答學術機構。7月27日，他正式退休，台積電還幫他辦了歡送會。這個人叫做羅威仁，台大物理系伯克萊博士，在 Intel 待過18年，2004年加入台積電，服務21年，官至技術研發暨企業策略發展資深副總。當年台積電衝10奈米衝不過去，因為那個時候他要跟三星做競爭，是他提出夜鷹計劃，把研發參成日夜2班接力。24小時不熄燈，硬是把10奈米拉進量產，奪回蘋果大單，把三星甩在身後。5奈米、3奈米、2奈米的量產，他全都主導。這樣一個人說要去學術機構，你相信他，就是你太天真，或者他太有說服力。10月2、3個月之後啊。2、3個月之後就去了。紫金問說：“朱大午安，吃飯了沒？”沒有，我趕快吃完，我趕快直播完，我要帶兒子去吃大直小館，希望他那時候還開着。好，那10月呢？羅威仁出在哪裡？出現在英特爾，職位是執行副總啊，開不開心？執行副總，學術機構 Intel， 對，就是這樣。然後減掉的部分就來了啊。11月25號，台積電打破沉默，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告，主張違反聘僱合約、競業禁止同意書、營業秘密法。11月26日，高檢署制裁分署指揮調查局兵分兩路搜索他台北跟竹北的具租所。查扣電腦、隨身碟、多箱文件。根據聯合報的獨家報道，他帶走的數十箱資料裡面，包括了即將量產的2奈米技術，2026年要導入的1.6奈米，還有發展中的1.4奈米。台積電未來3代製程的機密，減掉同步申請扣押他名下資產，1348張台積電股票，市值逾18億，加上台北新竹的房產，總值超過20億元，法院全數批准。我看，沒想到主要的財產是嗎？台積電股票，他早說嘛，那賣掉不就開心了嗎？來，我再繼續往下講，這個事情很奇妙。先冷靜想一件事情，他退休前1年多，其實已經被調去幕僚性質的企業策略發展部，照理不用再管研發了。但根據台積電的指控，他離職前仍要求研發部門開會，提供在研與規劃中的先進製程資料。翻譯成白話，一個準備去學術機構的人，退休前在惡補未來3代製程的簡報，這是什麼行為模式？這是搬家前要把冰箱清空的行為模式。順帶講個插曲，事發當時，商業週刊下了一個標題：帶槍投靠英特爾，羅威仁恐吃
年牢飯。各位，牢飯這個題目呢，台灣沒有多少直播主比我更有發言權吶。北京的牢飯我吃了1年吶，我可以用親身經歷跟你掛2個保證。第一個，沒有很好吃，蛋白質不太夠。第二個，羅維人不會來吃北京牢飯的。那個問號呢，商周自己都心虛，掛在標題尾巴上面晃呀晃呀晃的。12年是法條上的數字，法條要先抓得到人才輪得到算年份啊。我在手稿裡面寫，台積電的技術終究會流向 Intel。我以為是川普用行政力量逼出來的灌頂，結果不是，是一位老將自己拖着推車，咻咻咻，把嫁妝送過去的。帶槍投靠4個字，1個字都不冤枉，100%正確。所以這一章我不下評論啊，因為事實本身已經是最終的評論了。真相總是傷人，傷的不只是台積電，是每一個以為忠誠在半導體產業是預設值的人啊！各位，你們可能不知道，美國加州是沒有競業條款的，你可以今天在這家公司，明天跳過去，後天再跳回來啊！什麼樣的天真還會覺得這是一個可行的狀況？他不會被抓的，羅維人不會被抓。我今天講的是這樣，我明天也會這樣講，後天也會講一樣。來，重頭戲要來咯。他帶了那麼多東西走，你說他能不能夠？羅維人是美國人呢，你不要以為他愛台灣啊，你不要以為他愛中華民國，沒有。而且坦白講，台積電這樣子對這個人，讓他含恨離開，我個人認為台積電管理有問題。但是我們不知道到底真相是什麼，所以我就不多做評論了。就跟我他媽講趙建明幹嘛？神經病啊！你有沒有懂？我都已經做過講陳水扁了，你覺得我動他一根陰毛嗎？沒有，我動不了。來，接下來要講國安法了，各位，帶走3代制成，國安法伺候，還不趕快把他抓回來，千刀萬剮。我們來看看哦，國安法伺候到2026年8月17號，也就是今天為止，實際上長什麼樣子啊？高檢署制裁分署依國安法的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之域外使用罪，把羅維人列為被告偵辦。辦案人員說，此案情節比之前3名工程師竊取2奈米事件更嚴重。然後呢，關鍵句來了，聯合報今年4月的報道原文。由於羅維人有逃亡之虞，未來若傳居未到，將發布通緝。各位，彭文正都被通緝了，但羅維人嚴格來講還沒有被通緝，因為還沒有要傳他居他。來，各位思考一下這個時態啊，人是2025年10月走的，到2026年4月，官方的說法還是未來若將，快1年了，通緝這件事情還活在未來式裡面。然後呢，沒有然後，真的。為什麼？因為工具箱裡面根本沒有那把工具啊，台美之間沒有引渡條約。有的是1990年代 AAT 跟 TACRO 框架下的司法互助協議，刑事司法互助協議可以調證據，不能調人。你可以把卷宗做得漂漂亮亮，把20億資產扣得死死的，但人在加州，你的船票飛不過去太平洋。那美國什麼態度呢？工商時報去年11月底問了美國國務院，國務院的完整回應叫做4個字：不予評論。各位，本事務所的招牌就是當局話術反向解讀。當華盛頓對一件事情不予評論 （no comment） 的時候，代表他已經評論完了。你不要多問，你動不了這個人，我也不準備讓他被你動。不要給夠，你發司法互助啊！你派人來抓，你看我理不理你？你看你派人來抓他的時候，我會抓你還是抓他？國務院的評論啊，翻成中文叫做“這個人我們收了，美國不需要出手救人，人已經在美國國土上，
坐在一家美國政府持股1%的公司裡面當執行副總裁，不作為本身就是庇護。而且這裡面有一個更深的結構性問題，我認為是今天全場最重要的是法律問題。2022年台灣修了國安法，增訂經濟間諜罪的時候，立法者腦中的箭頭朝向一個方向，北京啊。條文怎麼寫？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不法使用核心關鍵技術，字面上美國當然算外國啊，法律上辦得了啊，但整套配套、審查機制、清單制度、檢調動員的政治正當性，全都是照着防止技術西進中國設計的。第一次遇到技術往東流向老大哥，整部經濟就卡彈了。而且高檢署自己都說了，這案子情節比先前3名工程師竊取2奈米事件更嚴重。各位還記得那個案子？台積電3個工程師偷2奈米資料，什麼下場？迅速被抓，迅速被押，被起訴，內部直接開除，業界從此列入黑名單，人生基本上結束。工程師偷資料，法律的鐵拳呢，3天到位。而台積電的副總裁帶着數十箱走進美國持股的公司呢，鐵拳變成棉花糖。同一部法，同一家公司，同一種行為，差別只有一個變數：你落地的機場在桃園、在北京，還是在東京，還是在舊金山，都不一樣哦。而且講到這裡，我忽然之間覺得很妙。他媽的，國安法裡面辦商業間諜，目前出來2個最大的案子，一個是美國，一個是日本呢，怎麼沒有抓到中國嘞？你不是覺得嗎？這個我們要防堵科技西進嗎？結果沒有一個都沒有西進的，2個都東進都是往東方走，一個去日本，一個去美國，幹諷不諷刺？諷刺吧！來，在聽直播的各位工程師請你們務必聽進去。因為它殘酷而且真實，我接下來要講大實話了。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是引渡條約面前人人平等。沒有條約的地方就沒有平等。我們把2022年的立法現場還原一下，那一年是什麼氛圍？美中科技戰打到最熱，華盛頓在圍堵，北京在挖角。台灣的新聞天天都是中資假外資挖工程師啊，陸企在竹科設據點，立法院修國安法加經濟間諜罪，朝野難得沒吵架，因為所有人腦中的敵人畫下是同一張臉。條文裡雖然寫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但你去翻當年的立法說明、質詢記錄，外國2個字基本上是陪綁，沒有任何一個立委站起來問說：“報主席，如果偷技術人跑去美國怎麼辦？”沒有人問啊，因為在2022年的台北，這個問題本身就政治不正確。你搞錯了，你們要看我們羅維人喝茶喝得很開心，檢察官們很辛苦啊。你不信，我給你對照組哦。同一個12月，台灣檢方依國安法起訴了東京威力科創的台灣分公司，台灣史上第一次有企業因為半導體洩密罪被國安法起訴，辦動嗎？辦動啊！因為公司在島上，人在島上，資產在島上，同一部法辦得動、夠得着的，辦不動、夠不着的，法律的射程止於美國國境線。有一個律師叫孫少甫，他講得更直白，他說只要羅維人不再踏上台灣領土，台灣的法律看似對他沒轍啦。最後的判斷國安法的箭頭呢，出場的時候只朝北京，第一次轉向華盛頓就卡在裡面吶。這不是檢察官不努力啊，是造這把槍的人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槍要往美國開。科學終將勝利的殘酷版本是制度設計的盲區一定會在最痛的地方被驗證啊。Alan Shea， 謝謝你的抖內 ，C 也謝謝你的抖內。還沒吃飯，我肚子就餓了。幹，紫金說小抖一點，飯後甜點。我覺得這一集應該要給
工程師來看，這真的很尷尬。來，第5章呢，我們要講，那演給誰看呢？你既然法律上辦不到人，台積電為什麼還要大張旗鼓的告？高檢署為什麼還兵分兩路的搜？曹真問說，這個川普簽署備忘錄為什麼是這個樣子？我覺得那個跟電磁彈射良率有關，但之後有機會有人抖內再講吧。Alan 謝謝你的抖內 C909 也謝你抖內2次。那東西可以講，我之前也有研究，而且曹真有沒有注意到？我跟你講，現在的航空母艦沒有以前好用了，因為你一路換，美軍把戰機換成 F-35之後，作戰半徑幾乎砍半，所以現在航空母艦的真正問題是在於它作戰半徑砍半。是不行的，會出問題的。所以啊，有網友講到，我剛剛想到，我剛在臉書發了一篇文啊，講的就是漢光演習，叫還沒亡國就進入亡國模式，請各位有空的話去按個讚，好不好？直接讓這篇文章可以再傳得更遠。來，我繼續往下講。既然法律上辦不到人，那我們地檢署搞來搞去，高檢署跑來跑去，到底幹什麼？在聽直播已經想喊啊，這是演的，各位先等等。本台的紅隊紀律啊，是不讀心，我們不用猜的，我們沒有證據，我們就只能講沒有證據。我只看你有沒有這個工具，你有沒有工具箱？你說要辦，但是你辦不辦得了？我把可觀察的事實擺出來，你自己下結論。事實一，羅維仁人已經在美國就任，搜索的是台北跟竹北的具租所，扣的是他名下的股票跟房產，本人不在任何強制處分的範圍內。事實二，台美沒有引渡管道啊，我前一章講過了。事實三，這條最關鍵，這個聯合報這篇獨家是有效的，因為國際媒體都還沒有寫。台積電真正做的防禦動作，才不是提告，提告就是給股市看吶。它的真正防禦動作不等法院，是全面更換先進製程各項專案代號，由內到外，同時對供應商下通牒，不得向羅維仁提供任何機密。各位看懂了嗎？台積電用行動告訴你，他相信什麼？他不相信法院拿得回機密，他相信的是讓機密過期。這就像什麼？你家鑰匙被前室友帶走了，你會怎麼辦？你會等法院判他還鑰匙嗎？不會嘛？你連夜換鎖啊！台積電就是連夜把全家的鎖都換了，然後順便告訴所有鎖匠，那個人來配鑰匙，不要理他，改代號封供應鏈才是工程師的防禦。訴訟是別的東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啊，不要供貨給羅維仁，那 Intel 跟你要，你敢不敢拒絕？美國政府跟你要，你敢不敢拒絕？所以其實這個很無奈，沒辦法。來，訴訟是什麼？我給你一個比演給股市看更精確的答案。訴訟真正的觀眾是還沒有走的人。你想想看，台積電幾萬個工程師，每一個資深研發腦子裡都裝了很值錢的東西啊。羅維仁案立下的判例是什麼？你要走可以啊，人我們可能追不到，但你在台灣的1348張股票，你的房子、你的工研院院士頭銜、你的名譽，全部扣在這裡。這場官司是告給下一個想要帶槍投靠的副總看的，這不是追蹤機制啊，這是人質機制，扣的不是人吶。扣的是人在台灣的一切啊！
我幫還沒走的人算一下這一本心理上的賬。假設你是台積電下一個被挖角的研發副總，獵頭開出美國的價碼，羅維人案之前，你的賬本是薪水翻倍、股票換新、老婆小孩搬加州，甚至移民美國。羅維人案之後呢，你的賬本多了幾行，台灣的股票沒有了，扣，你最好先賣，房子扣，院士頭銜摘，名字上片全台新聞，從研發大將變成叛徒，你爸媽在菜市場都會被問。而且這些不用等判決，搜索票一來全部生效。俞明偉問說：“朱大，你 FB 用的名字是朱學恆嗎？不然是什麼？”好了，來，所以這個叫做敲山震虎啊，敲的是羅維人這棟動不了的山，震的是所有其他想要走的虎。謝謝亞裔西鐵路哦，亞裔西鐵路斗內的一個 TikTok， 而且剛剛講的那些名譽上的問題哦，不用等判決哦，搜索票一來全部生效，值不值？可能還是有人覺得值，但猶豫的那3秒，就是台積電花一場官司買到的東西。客主從來不需要100%有效，他只需要讓下一個人多想3秒。所以你看懂整個棋盤了。改代號防的是已經走的人，訴訟下的是還沒走的人。一套動作2個觀眾，沒有一個觀眾叫做羅維人吶。來，本集第2次的招牌動作，當局話術反向解讀。台積電官方聲明的原話是：公司有採取法律行動，包含違約賠償之必要。翻譯機打開說，當一家公司說它有必要採取法律行動，意思是他很清楚法律行動拿不回任何東西啦。但不採取的話，內部軍心跟外部股東都會出問題。真正有把握拿回東西的公司，不發聲明直接拿，發聲明是因為聲明本身就是目的。540字的聲明，每一個字的讀者都不是法官，是自家園區裡面幾十個、幾千個、幾萬個帶識別證的人。這一章的簡單判斷叫做等價交換。在這一章的版本是羅維人用台灣的20億資產跟一世名譽換美國的執行副總跟技術庇護，台積電用一場注定追不到人的官司換內部幾萬顆大腦的寒蟬效應。每一方都付了代價，每一方都拿到了想要的東西，唯一沒被交換到是正義啦。但是各位，國際政治的市場上，正義本來就沒有在賣。所以沒辦法，所以你看，所以對台積電來講，他面對這種叛將，真正的殺手鐧就是全面更換代號。其實這個我也覺得很奇妙，你不知道代號，難道就不能 access 嗎？所以我們也可以從裡面學到一些東西啊，改代號原來就有辦法了。那來，我們接下來要看下一章很奇妙的內容哦。這個因為實在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講。來，我們這一章講科學跟玄學。在聽直播的各位，一定有人想問：朱大，羅維人去了之後，Intel 良率不就突破了嗎？這不就是鐵證嗎？停，這就是本事務所跟現在一般名嘴的差別。我們把時間軸攤開來，羅維人呢，2025年10月底到職，18A 是在2026年1月進入高量產，中間有3個月。各位，一般的媒體啊，跟你們看到的股市老師不會告訴你這件事情。半導體製程從風險試產爬到高量產等級的良率，週期是用年在算的。18A 能在1月量產，代表2025年中它就已經在爬坡軌道上了。
那個時候羅威人人還在新竹領台積電的歡送退休金，所以工程上的結論很清楚，他趕上是收割，不是播種，這個因果不成立。誰跟你講挪威人一去良率就突破，你就知道他沒看過製程時間表。但是等等，本台還有另外一個我剛沒有寫在腳本裡的東西，是事出異常必有妖。我們在進入玄學之前，我們要先講一件事情，有沒有可能台積電的保密防諜有漏洞，也就是挪威人在被真正跳槽的7月之前，他已經把大量的資料跟 know how 已經用口頭的方式或是某種方式已經傳給 Intel， 所以 Intel 在他進去之前就已經改良了整個良率的流程。我不知道，我也只能提出質疑。我相信台積電很厲害，但是我不知道台積電有沒有那麼厲害。好了，所以接下来要進到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本頻道尊重科學，我们相信科学，但我們尊重玄學。你看這巧合，老先生10月一落地，1月18A 就量產 ，Panther Lake 就發表 Q1 超乎預期呀、幹，這個是不是？幹，我的圖做得真的很雞巴嗎？我把挪威人坐在招財貓臉上來。Panther Lake 發表 Q1 收入營收超預期 ，Q2 15年最佳7連勝。陳立武在法說會親口說：“我不斷提高內部目標，團隊持續達標，良率一路超前預期，股價1年翻了3倍7呀。”我沒有辦法在法庭上舉證他貢獻了哪一張製程圖，正如台積電也無法舉證，所以雙方律師都無法反駁的唯一在證據法則上站得住的結論就是挪威人至少是只招財貓啊！良率聽到他腳步聲就自己站起來了，你不能說他偷了技術，你只能說他自帶風水，這是本案唯一無爭議的事實認定。順帶一提，去年11月的資深分析師陸行之預測真走到法律戰，羅先生會被英特爾切割，無法就職。結果嘞，年輕人畢竟是年輕人，你不懂這背後是美國政府切割什麼東西呀？結果現在挪威人還是執行副總裁，公司剛交出15年以來最佳的成績。預測養女會切割，養女反而抱得更緊。親生女兒畢竟是親生的，所以這年頭連分析師的水晶球都要加入美國的利益導向。台股才不重要，他媽川普沒有在乎你的哦。還有一個，業界傳出，注意，這個是我們私底下搜尋找到的。單一來源，業界傳聞等級說，挪威人到了英特爾之後，延續高壓管理風格，引發內部反彈。如果為真，那就是表示招財貓還是會抓老鼠的喲。好啦，講真正重要，因為招財貓真正的戰場還沒有開打。18A 是收割，那14A 呢？14A 的 PDK 0.9，今年10月才要交付，就是要交給大家要做設計啊。2027年風險試產，2028年量產。夜鶯計劃那一套，怎麼把一個先進製程從實驗室硬拖進量產線的組織方法論，24小時接力的研發文化跟設備商的全天候協商，這才是挪威人厲害的地方啊！挪威人笑呵呵，這才是真本事啊！這才是21年來幫台積電打敗三星的厲害的地方。我把挪威人率領的夜鶯計劃講細一點，你就知道為什麼這才是重點。這才是重點。重點是什麼？
當年台積電10奈米卡關卡到什麼程度？卡到蘋果的單在三星手上，卡到全公司都知道這一代輸了，就是輸掉未來10年。羅威人提的方案不是什麼天才的新電晶體，是一個組織暴力解，研發部門拆2班，日陰夜陰，一棒接一棒，實驗室24小時不熄燈，設備商不是供應商，是被拉進來組全天候應變小組的戰友。機台半夜出問題，半夜就修，不等明天開會，就是這套不講人性的接力賽，把10奈米硬拖過量產線，把蘋果的單搶回來，把三星甩掉。各位，這個東西的名字叫做量產文化，它不在任何一個製程圖上，不在任何一個隨身碟上，它長在一個人指揮過幾萬次晨會夜會的肌肉記憶裡面。Intel 10年來的病，恰恰就是 Lab 到 Fab， 從實驗性到晶圓廠之間那條鴻溝。實驗性做得出，實驗室做得出來，產線做不出來，一路跳票。你說羅威人對 Intel 最值錢的是2奈米的圖嗎？不對，兩邊技術路線根本不同，你拿出來他也做不了。PowerVR 對超級電軌圖是接不上的，你光是供電方向就不一樣。最值錢的是這套讓製程準時的鞭子。台積電扣得住他的股票，扣得住他的房子，扣不住他腦子裡面21年的量產直覺啊！營業秘密法可以扣押隨身碟，沒有辦法扣押一個人的職業生涯。最後的判斷是14A 才是這一場帶槍投靠的真正驗收日。兌現時間是2027到2028年之間，在那之前，所有挪威人救活 Intel 或挪威人根本沒用的這個說法呢，都只能當做一個參考卷。科學終將勝利啊，但科學要你等，要等良率曲線自己開口說話。妙了吧，對不對？妙了啊！好了，結論，今天中午開開心心的結論就這麼簡單了。對啊，人帥真好啊！說英特爾賴多少年了，忽然奮發圖強，事情那麼簡單？當然不簡單啊！英特爾爛那麼多年，媽幹市值都腰斬了，怎麼忽然之間玄學來了？而玄學，如果你不相信，那背後就有人的手。來講到這裡，事實已經很清楚了。那個卷毛，你不要擔心，3黨都在甜美，而你不能講出事實。你趕快抖內，我就幫你把甜美念出來，不用擔心，不用抱怨。來講到這裡，事情已經很清楚了。我們把整張考卷收起來，看最後一題。2026年7月，台積電法說會，有記者當面問魏哲家 ，Intel 拿了美國政府87.9億入股，你們要怎麼跟這種有國家撐腰的對手競爭？魏哲家淡淡的回了一句，這一句話我認為是整個2026年半導體產業界最誠實的一句話。他說，我們其實也拿了政府支持，只是我們不宣布了。各位，你們仔細思考這句話，為什麼這句話沉重？因為他把我當初寫的那篇專欄呢，直接翻到了答案頁。我那個時候以為自己在寫一題 Intel 怎麼活下來的個案分析，出來之後改考卷發現考的是根本另外一題。在半導體這個產業裡面，到底有沒有純民營產業這種東西？魏哲家用一句話公布了答案：沒有，從來沒有。護國神山從來不是靠純市場競爭活下來的，水電、土地、人才、科學園區、租稅。台灣政府那只手從來沒有離開過晶圓廠，只是他不掛名啊，而且他媽這些傻逼早就把股票通通賣給外資了，該有夠蠢的！台積電以前台灣是佔大多數的股票，就他媽賣給外資，幹到底在想什麼？來，川普那條高調的入股換國家隊，跟台灣這套低調的默默撐住不宣布，本質是同一件事，差別只有一個，要不要把手秀出來給你看？後面啊，我這一篇文章的收尾寫什麼？晶圓廠畢竟還是自己的好啊，百川川
1年之後，這句話對得發燙啊！美國真的把晶圓廠變成自己的，而且是2條路並行，一條政府直接持股99%啊，不9.9%的 Intel， 另外一條被關稅跟貿易協議請到亞利桑那蓋12座廠，投資2650億美金的台積電，美國史上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川普沒有逼台積電去救 Intel， 他用了更高明的一招，讓親生的自己蓋廠，讓養女把最先進的產能搬進美國家門口，然後養女的嫁妝呢，自己長腳送上門啊！謝謝你，挪威人。我當年寫養女論的時候，是站在川普會不會逼這個親生的 Intel 去搶養女台積電，現實補了一刀。親生的這個 Intel 根本不用等川普開口，他直接把養女台積電最頂尖的大腦挖走了。而台灣呢？台灣拿着一部箭頭指朝北京的國安法，對着華盛頓的方向 ，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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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扣了1年的扳機，卡彈沒有用，打不到人。真相總是傷人。TW 說真假，跑到一半竟有直播，不講武德幹。TL 你現在12點41分，你還在外面跑步哦？媽，你會不會中暑死掉啦？來，今天的真相有3層。第一層呢，台灣的法律主權止於美國國境線，這在羅維人案裡面被完整驗證。20億資產扣得住，一個人扣不住，人就走了嘛。真正最關鍵才不是他那個20億，是他的人跟他的資料啊。第二層，所謂的技術護城河，一半是製程，一半是人不會走的假設。這個假設2025年10月被一台推車噗，那些資料推翻了。第三層最傷人的是，我們引以為傲的護國神山跟我們嘲笑的國家隊 Intel， 在國家的手這件事情上面是同一個物種啊，差別只在於一個高調，一個低調啊。哎，你看我的手這樣子弄起來，好像我有6根手指一樣，其實不是。好，那等價交換呢？我把賬算給你看，美國付出的是87.9億跟幾張關稅談判桌上的笑臉，嘿嘿嘿。換到的是2家最先進的晶圓廠的產能都進了自家門。Intel 付出9.9%的股權，換到大到不能倒。羅維人付出台灣的20億跟名譽，換到美國的位置跟事實壁虎。顯然 Intel 能給他的一定超過20億，而且他給他的成就感一定很強烈，遠超過20億。那台積電付出什麼？付出一位老將跟3代製程的心理安全感，換到什麼？繼續當那個不宣布的護國神山，繼續領先，繼續在別人的地圖上當最重要的一顆棋子。TW 說耐力跑不能跑出國軍，你不要跑出國軍，國軍現在也不能跑，好不好？國軍現在長距離行軍都半夜行軍了啦。好，簡單講，我們剛剛講的3方都完成了交易，這就是國際政治。沒有正義，只有清算完畢的賬本。那台灣人呢，在聽直播的各位，我們在這場交易裡面位置是什麼？我講白一點，我們是那個嫁妝箱啦。護國神山的護國2個字，前提是山在這裡，技術在這裡，人在這裡。現在你看到了，技術會坐飛機，人會拿美國護照，廠會蓋去亞利桑那，連政府的手都可以不宣布。山還在，但山的成分正在一箱一箱的換地址。這不是叫你悲觀，是叫你把護國神山這個4個字從信仰降級成變數。變數就要盯產能比例，要盯人才流向，要盯外資的角度，要盯下一個挪威人的機場代理。信仰不用盯，變數要盯，這就是今天你能帶走最實用的一件事情。最後啊，我那一篇文章要寫完的時候，我補了一句話，他說今天直播我把它當結尾送給各位啊。每一座護國神山的背後，都有一隻不肯露面的國家的手，
而你要擔心的從來不是那隻手存不存在，你要擔心的是哪一天他決定換一個山來保護，這才是大問題，好不好？Oh my god！ 你嚇到我了！一開始說要搬去美日的時候，我就說新竹房產會有影響，還被多軍罵。結果有位做新竹房產的博主，現在改口說房子不用多，做股票就好，笑死欸！我跟你講，連高雄高雄的房地產都受到影響。但沒關係，這個東西看長不看短，之後有得講。好啦，我們已經把我們的那個綠界啊、支付寶啊、微信支付啊、PayPal 的這個QR code 都弄出來了，給大家看。如果各位有空要抖內，歡迎抖內。我看看啊，這個微信昨天的抖內，我今天才念出來，因為他們抖的比較晚。我看什麼方，謝謝你的抖內哦，第一次抖內哎，謝謝你。這個 Billy Queen 抖內說辛苦朱大。然後 Jamie 也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方式，叫做付款方讚賞。他說今天的直播笑不出來，因為真相總是傷人的。我也不知道怎麼說，算了，沒關係。8月15晚上，這個應該收到。昨天還有網友說，他第一次在海外用支付寶抖內，什麼什麼學說久違一抖，平安退伍才是真。對，但我已經平安退伍很久了。然後什麼雪，謝謝你的抖內，希望不是張雪啊，你的車最近在台灣狀況不好。Lee Alex 說看長不看短，朱大安慰到我了，投入房市回收還要4年。4年就有點久了，你要小心啊！謝謝王菲的抖內。台積電的那個生產率啊，不要這樣講，台積電的工程師的生育率是很高的哦，所以請各位再說吧。哦，因為5年房地合一稅的稅哦，是這個哦，那沒有辦法，你最好再多賺一點錢。好啦，這個我沒有看到抖內啦，所以各位今天中午的快閃直播呢，也就是快開開心心的做 ，Facebook 也有做，雖然各種各樣望來望去，但是我們做的還是很開心。來，今天的直播呢，如果你覺得內容好，講的也好的話，請按1；如果你覺得內容好的講不好，請按2；如果你覺得內容跟講都不好的話，請按3。可以投票嘍，投票。對，承諾講的問題就是我擔心的，確定還有4年啦。沒有啦，但台積電4年之內不會被挖空啦。可是台灣會不會，我就不知道。謝謝 OWTS 補個目標。台灣房地產的確是溢價哦，所以我的意思不是4年後台積電會回來，我的意思是4年後台積電可能就不是台積電了。好啦，沒問題哦。那個 Oh my God 說13樓報告說投資基因體轉向軟體跟應用。那是因為能算的東西大概都算完了，因為這個東西有人抖內我在講啊，我自己在研究，因為我現在研究 AI 已經變成個人嗜好了，能夠再算再吃的那個大數據或是大語言模型已經沒有東西了，它已經把人類所產出的大數據跟大語言模型幾乎都吃完了。
它現在變成開始要吃 AI 自己製造的東西的時候，那個都有極限了。Lee Alex 說目標差1，哎呦，這麼在乎。好啦，各位有空的話再抖一個，我們再跟各位看看怎麼講。順便預告一下，好，謝謝 TLTW 一邊跑步一邊抖了一個這個內達標，謝謝達標，雖然就是討一個吉祥而已。我看一下明天的內容，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明天的內容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我們是講的是以色列如何遙控伊朗政權更迭失敗，幹很專業吧，對不對？我跟你講，我研究的內容，國內連國際關係的教授都不會。我跟你講，你去問翁履中，他也不懂啊，因為很簡單啊，我是靠 AI 啊，我們誰跟你慢慢的看那些書嗎？看幾百萬字啊，我直接跟 AI 討論，一步步走來，我把它解釋到你們聽懂就好。所以。明天晚上呢是一個很奇特的題目，然後8月19號晚上是有網友投稿要討論，一樣討論在這個時候人民應該要怎麼自保，資產分配啊，內容分配啊，然後如何安身立命啊，什麼等等等等。明天不是中午啊，明天是晚上啊。幹，明天早上我要去健身呢，靠腰嘞。好啦，各位，那基本上就沒有事啦，跟各位開心的說拜拜，好不好？拜拜拜拜。